欢迎来到壁画太多。今晚我们要走进一位少年将军的世界，他不是从战马背上出生的英雄，却在大漠深处写下让整个帝国目瞪口呆的传说。他的年纪还没满20，他的战绩却能让3代将门羞愧低头。今天我们不讲传说，我们讲的是霍去病第一次登上战争舞台，是那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赢的战场。他是怎么破局的？是怎么成为帝国宠儿的？在你准备放松之前，先点个赞，点下订阅吧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坐标和此刻时间。如果你心中有特别想听的历史人物或事件，无论是帝王将相、诗人文豪，还是热点人物话题，都欢迎写在留言区。你的建议很可能成为下一期的故事主题，让我们一起把这个频道变成属于大家的助眠故事角落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沉入今晚的故事。霍去病，河东郡平阳县人，今山西省临汾市。他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及大司马大将军卫青的外甥，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同父异母兄长，对汉武帝而言是外戚。他母亲卫少儿，早年曾是宫女，后来被放出宫，嫁给平阳侯家里一个叫霍中儒的人，这才生下霍去病。别看这出身像个配角，但命运往往就这么拧巴。宫女的儿子成了整个帝国最锋利的一把刀。汉武帝宠信卫青，而卫青对这个外甥也格外上心，不是照顾，是直接塞进军队里边磨边练。1年不到，霍去病已经能独立带队。元朔6年，汉武帝决定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对匈奴反击。卫青挂帅，霍去病19岁，被破格封为标遥校尉，亲自领一支800骑兵，注意是800，不是8000，穿越河西走廊，直插匈奴后方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这场战役的骑兵，任务是吸引注意力或者干扰敌后补给。说白了就是你尽量闹一闹，动静大点，造成一定效果的干扰，死了也谁都别怪。结果他搞出什么事儿？6天6夜，霍去病带着这支轻骑兵奔袭千里，先后斩获2000匈奴骑兵，俘虏祭天大巫和王子，马不停蹄，一口气突击到祁连山脚下，然后带人原路返回，全员带伤，但损失极小。这种出去送死，结果带回1沓人头的战绩，把整个朝堂都打懵了。这不是热血漫画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。19岁的霍去病像是突然蹦出来的 bug， 朝廷一度怀疑他夸大战果，汉武帝甚至派人去边地调查，但结果是居然还少报了点。朝堂震动，汉武帝一边嘴里说着将军年少，且不可骄，一边赏赐了霍去病黄金1000斤、良田1000顷，直接封冠军侯。冠军不是随便起的，这是皇帝亲口赐的名。而卫青呢，他没有高调出头，却在私底下悄悄让人把霍去病调进自己的亲军系统，把所有兵员、马匹、情报系统统统对接到位。这就是大舅舅的方式，你要打我就给你打，别问为什么，打赢就行。霍去病这边也没跟舅舅客气，直接调人练兵跑图，把自己这个冠军侯的名头活生生磨成一个战斗品牌。但最有趣的是，那年冬天，霍去病回长安述职，皇帝设宴招待，他居然穿的是那身在沙漠里磨得发白的旧战袍，连铠甲的半带都没换新。汉武帝问他为什么不换，他只说一句：我还没杀够。全场寂静，然后爆出一阵掌声。这不是客套，
是心里真的怕，也是真的服。霍去病从不说废话，战前只布阵不布心，战后从不邀功，只带人清点战马与兵刃。他的兵不叫他将军，都叫侯爷，但那个侯爷不是权贵的称呼，是一种介于敬畏与信任之间的味道。汉武帝对他开始上了瘾，他看出霍去病具有一种战场天赋，不是那种教出来的将才，而是那种别人还没走一步，他已经看出终局的人。于是霍去病被秘密调入天子直辖军务系统，拥有比别人更多的调度权，也因此他成了整个帝国最年轻、最不可预测的将军。但这场胜利也带来了2个变化：第一，边塞匈奴听到霍字已变色，开始转入防守与撤退；第二，朝廷内部有人开始不舒服了，一个少年没有朝廷根基，却突然成了帝国战神，赏赐跟封王差不多，这怎么能不让人敏感？可汉武帝根本不管那些老臣心情，他继续押宝，继续下注。下一站，霍去病将不再是试探性的游击将，而是主力先锋。这对他来说是信任，但也是最危险的位置。少年出战匈奴，赢得太快，也埋下了太深的影子。接下来的路不会再有试错的机会。霍去病的横空出世，不是天降奇兵那么简单，更像是帝国在战争绝境中压出的最后一张王牌。当年他以800骑奔袭祁连，震惊天下，但那不过只是序幕。真正的大幕是他如何从意外之喜成长为军事制度的一部分，成为那个时代无法绕开的权力节点。他身上不只有血，还有刀法，还有路线图，还有比战马更快一步的决策判断。元收2年，汉武帝决定干一票大的，目的不是夺回失地，而是彻底改变帝国与匈奴的战略关系。这一次不打游击，不搞示威，直接杀入漠北，用一场大战把北方的敌人打残打怕。他派出2支主力，东路由卫青率领，西路则由霍去病独当一面。年仅20岁的霍去病第一次不作为骑兵，而是正面主帅，统帅轻骑兵5万人，从陇西出发，直插匈奴腹地，目标只有一个：斩首。这不是一次普通出征，而是一场测试信仰的远征。5万人在极度干燥缺水的西北行军，补给点稀疏，靠强行军推进。霍去病把兵线拉成一根直线，速度直接压到极限。匈奴人根本没料到汉军会在这个季节主动进攻，更没想到主力会从沙漠里横穿而来。霍去病赌的就是他们的惯性思维。果然，西线突破，霍去病分兵3路，亲自领最精锐的1万骑兵，绕过居延泽，直取浑邪王大本营。7天之内连破5部，阵斩匈奴2王，俘虏将校数百，斩首8000，缴获马匹、牛羊数以万计，整个漠北陷入恐慌。汉军没有粮草辎重，却像被风推动一样横扫而来。这种压迫不是战争，是猎杀。但这场胜利的背后隐藏着2件无人敢说的代价。第一是死亡率，虽战果辉煌，但5万大军能完整归来的不到3万5。沙漠不是战场，是消耗场。第二是霍去病本人开始出现严重的体力透支，几天几夜不下马，几乎不睡觉，亲自督阵，一次次冒险奔袭。他的身体开始发出不该属于20岁青年的信号，但他没有停，他不能停，因为他知道只要还在战场，皇帝就信他，
只要战绩还亮眼，朝堂就不敢动他。他把自己变成战争的化身，把速度、判断、果断变成冷兵器时代的超级武器，甚至连敌人也承认霍去病不是人，是风，是漠北荒原上最无法预测的灾难。而此役最震撼的结果是浑邪王投降，这个匈奴贵族主动带着部下投奔汉朝，向霍去病下马请降。这在当时是匈奴历史上极罕见的高级别倒戈。霍去病亲自带着浑邪王班师回朝，长安万人空巷，皇帝设宴3天3夜，朝臣为之欢呼，但没人看到那个骑着战马回来的少年将军，脸色苍白得像月光。霍去病没说累，也没说病，他只对汉武帝说了一句话：愿再领兵10万，北扫狼居胥。这句话成了后世传颂的诗意，但对他来说，那是还没解开的战略意图。他知道匈奴被击溃了，但并未彻底灭亡。狼居胥山是他们的根，是必须连根拔除的地方。他不愿停手，不是贪功，而是太清楚什么叫养虎为患。然而帝国的另一面开始翻涌，老将们开始不安。功高震主从来不是传说，霍去病年轻、独立、不结党、不婚不子，他的存在让很多人感觉难以掌控。一些声音开始在朝堂出现，说霍去病骄横，说他不守军礼，说他太急功近利，甚至有人暗示霍去病武功虽盛，心术未明。这些话传到了汉武帝耳中，但他没发作，也没批评霍去病，他只是沉默，然后下令将霍去病升为骠骑将军，掌握更大军权，授予单于破名号，象征有他在，匈奴不敢南下。这不是赏赐，而是护身符，是一道帝王亲自写下的护身符，也是一道更危险的借条。那一年，霍去病再次北征，终于站在了狼居胥山脚下，风大得像要撕裂盔甲。他没有下马，而是命人在山顶立碑。那块碑今天还在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这不是口号，是遗言。立完碑，他回头看了眼大漠，转身下山。而那是他最后一次出征，也是他最后一次活着走下战场。狼居胥山之战，霍去病亲手把汉朝的战线推进到从未有人企及的远方。站在风口之上立碑，回望大漠的那个瞬间，他完成了对匈奴精神层面的碾压，也把自己的身体彻底透支。他回到长安时，身上带着严重的发热和隐痛，太医诊断是劳疾，但没人敢问得太细，因为他还没倒下，还能直立行走，还能坐在朝堂边上不发一言，盯着兵部章程。从漠北回来后，霍去病没有休整，反而一头扎进军制改革。他不是学者，也不爱写奏章，但他有一个强迫症，那就是战场效率必须极致。他开始推动一系列简化军令的操作，比如取消冗余的命令，传达中间层，设立直令传旗，用最快的马匹直接从帅帐将命令送到每个百人队长手中。这套做法后来成了东汉、魏晋的标准军事配置，但在霍去病那是第一例。他管它叫快令制，命令到了人就动，没时间听你复述。更离谱的是，他甚至让战马也做优胜劣汰，每次操练结束，马谡排名最后的一批直接遣散换新。他说得很直白，马不快，骑兵不如步兵。这种苛刻的方式让不少人叫苦，但没人敢公开反对，因为战场上确实赢了太多，没人能和他说不。
这段时间的霍去病像一架高速运转但不再加油的机器。他每天只睡3-4个时辰，亲自校对兵部文书，甚至连兵器锻造他都要插手。他要求兵人在出场前全部试砍200次。他给新兵设计了一种简易地图识图训练，3天能让一个文盲士兵能看懂地形图上的山、水、城。别人说他偏执，他笑着说，活下来的兵会感谢我。皇帝越来越依赖他，甚至开始让他参与边疆政治事务。他的声音越来越重，兵部尚书也开始私下请示他的意见。而也正是在这个节点，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事，就是拒绝封王。汉武帝多次表示愿意给他加封，甚至暗示他可以接替病重的卫青，掌握整个西北兵权。但霍去病只回一句：“臣未破单于，不敢言王。”他拒绝了所有关于王的可能，却没有拒绝更棘手的事。元首4年，西域使者求援，帝国边陲的西域诸国纷纷骚动，一边是匈奴渗透，一边是小国互斗。汉朝若不出手，几乎将失去整个西域通道。霍去病主动请缨，提出一套封侯连城策略，不通过军事征服，而是用授爵与联姻方式迅速稳定西域格局。他甚至拟定了12个侯国分配方案，连候选人名单都一并写好。这份方案递交上去时，整个朝堂哗然。一个不到23岁的将军，不但懂打仗，还懂政策输出，他到底是怎么学会这些的？但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汉武帝没有犹豫，直接批准试点3国。没几个月，西域小国果然开始表态称臣，甘愿设管营汉使。帝国开始在沙漠之外第一次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势力范围。霍去病不只是一把刀，他变成了一张图。他从战场归来，却不再只是冲锋的人，而是开始设计战场。朝中议论声开始变得尖锐，有些老臣低声提醒皇帝，骠骑将军太快了，快得不像话。皇帝没有回应，但私下多了几次对霍去病的召见，话题不再是战事，而是身体。他确实病了，太医称是积热入骨，也有人说是杀毒，一种常年在大漠征战的人才会得的病。宫中密报称，霍去病夜不能寐，饮食极少，甚至一度在夜里呕血。他依旧每日上朝，每天穿着那件旧战袍，面色越来越白，眼神却依旧锐利。最让人震惊的不是他撑着身体工作的状态，而是他突然主动交出一部分兵权，说要暂时归营修身。有人猜是他想退出权力圈，也有人说他是自保，甚至有人怀疑他察觉了什么风向的变化，想要自我裁员。但无论如何，霍去病开始退出主场。而也正是在他休养的那几个月，长安城内开始流传一些小道消息。有人说霍去病其实已经病入膏肓，有人说他身中奇毒，也有人说他是被权臣盯上了，皇帝为保江山不得不冷处理他。各种猜测如影随形，但没人敢公开问他，因为他还活着，还在早朝列队，只是站得比以前慢了一点，咳得比以前多了一些。直到某一天，他突然在晨会上晕倒在地，众人围拢，太医急呼，却没救回来。皇帝震怒，下令彻查，但始终查不出问题。官方说法是霍去病因征战积劳吐血而猝。年仅23岁，一个未婚未子的青年，一个刚刚写下帝国新边疆版图的人，突然离世。
整个长安城陷入一种说不出的情绪里，震惊、哀伤、不安。朝廷为他修建祁连山形的坟丘，将其安葬于茂陵之侧，靠近汉武帝的寝陵。整个过程风风光光，却像是一种过于仓促的谢幕。他的死像一道闷雷，不炸裂，却震得人心发颤。霍去病死了，但没人真正理解他为什么死。他到底是被病拖垮，还是被权力磨尽？或者他本来就从来不是为长寿而来的？一个把战争当职业，把速度当信仰的少年，如果停下来，也许才是真正的痛苦。英年早逝，这或许不一定是悲剧，也许是一种极端的完成式。霍去病死后，大汉朝表面依旧强盛，西域安稳，匈奴不敢南下，边境重镇固若金汤。但帝国的呼吸开始变得不一样了，就像一艘高速前行的战舰，突然失去了领航员。虽然惯性还在，但方向开始模糊。霍去病留给汉武帝的不只是战果，更是一种胜利上瘾的执念，一种仿佛只要他还活着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的错觉。而现在他不在了，所有人都开始感觉到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底气正在悄悄消失。汉武帝当然震动，他亲自为霍去病撰写墓志，追封他为景桓侯，赐予帝王级规格的葬仪。大将军卫青披麻戴孝，亲自送行，满朝文武无一人缺席。但诡异的是，整个仪式极其安静，仿佛每个人都心知肚明，这场葬礼不仅送走一个人，也送走了帝国最锋利的刀锋。霍去病的坟修在茂陵西北，高不过帝陵，却形如祁连山那座他曾踏入斩将立碑的战场。选这个形状不是巧合，是汉武帝亲自定的。他要所有后人都记住，帝国真正的边界不在朝堂，不在长安，而在那个少年将军踏过的黄沙之中。但祭典归祭典，帝国还是要继续运转的。霍去病死后，他的军队被重新分拆整编，兵权回流中枢，边疆将领重新洗牌。卫青被推上更高的位置，统领西北，但他已年迈体弱，心力交瘁。那些曾在霍去病麾下效命的猛将们，有的调任，有的削职，有的被安置到边远地区。大多数人都明白，这不是重用，是清理。帝国不想再有第二个霍去病。而朝中另一种声音也慢慢冒出头来，有人开始质疑霍去病生前的独断专行，有人拿出几年前他绕过兵部自行调兵的奏折，说他不守朝廷程序，有人甚至暗示他在西域联姻封国的建议，其实意在拉帮结派。这些声音在霍去病活着时谁都不敢说，但他死后却像风吹枯叶一样哗哗作响。汉武帝没有回应，他沉默。他不是不知道这些流言，只是选择不理。可他也没有像之前那样继续扶持另一个霍去病，因为他知道扶不出来了，也造不出来了。霍去病是偶然，是命运开的一道缝，是帝国自己也复制不了的短暂奇迹。但他终究是要往前看的，帝国需要继续扩张，也需要维稳。于是汉武帝开始转向，他在既有张骞开辟西域通道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经营西域。他开始修筑丝绸之路的雏形，试图用经济、文化、外交包围匈奴，而不是继续靠军事扫荡。这种转向在史书上被解释为战略成熟，但在很多人眼中，其实是霍去病死后的不得不。帝国的节奏变了，
朝堂的气氛也跟着转了。年轻将军越来越难出头，边疆统帅听命行事，不敢越矩。汉武帝开始更依赖太监系统和中枢军情，甚至在中晚期设立司隶校尉来监控百官。一套看似合理的中央集权机器缓缓成型，但它的起点其实就是霍去病之死带来的空窗。而这时，民间的霍去病形象反而越传越神。有人说他是天神转世，是战神下凡；有人说他临死前托梦给百姓，说匈奴还会卷土重来；甚至还有人在祁连山下建了小庙，香火不断。朝廷没有打压，汉武帝默许这种流传。他知道，这种神话也是一种统治工具。但真实的霍去病是不是愿意被神化，没人知道。他活着的时候，从不塑造自己，也不解释动机，他只一心带兵，一心打仗，连战功报告都是副将写，他只在最后盖一个大印。而在他死后，还有一个谜团被反复讨论，他为什么没留后？身为少年将军，家族昌盛，按理说不缺女子爱慕，皇帝也几次想给他赐婚，但他一一拒绝。有人说他是想保持军心纯粹，有人说他有心腹病，不能亲近女色，还有人传他早有意中人，却在某次远征中病死沙漠，再无人提起。无论哪种说法，都无法盖过那个最残酷的事实：他走得太快了。他没有家，也没有家人留在宫中。他死后只有一匹马，一把刀，一封遗书。他的侍卫曾说，霍将军有天晚上站在宫墙边看星星，看了很久才说：“如果有来世，我不想当人。”这是少年将军最后的倦意。他是被这个时代造出来的工具，也被这个时代吞没。帝国用它开疆拓土，护国安边，但没准备好如何保存它。就像一把最锋利的剑，你不能一直出鞘，总要收进鞘中。但霍去病没有鞘，他只有一生一战一阵风。而那阵风，在他死后的很久很久，还在长安的宫墙边吹着，吹得人心里发空。汉武帝虽然一度将悲痛写在脸上，把霍去病葬在自己寝陵附近，但他终究是帝王。帝王的痛不是哭出来，而是藏起来，然后继续下棋。霍去病死后，他把更多精力放在整合边疆秩序和重塑对外关系上。这个过程中，另一个微妙的现象也悄然浮现，就是卫青的沉默。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，一直以来两人同为帝国军事支柱，一个稳，一个猛，一个善守，一个善攻。霍去病横冲直撞，破敌如破竹；卫青则老成持重，擅长调兵遣将。可以说，一个是匕首，一个是盾牌，而两人之间表面上没有冲突，甚至总是互为背书。但就在霍去病死后，卫青的沉默变得格外刺眼。他没有上表请求追封，也没有主动请辞守丧，只是按部就班地处理军务，按程序主持葬礼，不冷不热。外界都觉得他们情同父子，甚至有传言说霍去病其实是卫青亲生，但卫青没有做出任何反驳或澄清，只是静静地看着风向变化。据后人解读，司马迁记载霍去病卒后，卫青态度冷静寡言。有人说这是卫青的无声抗议，也有人说这是他选择与霍去病切割，保全自己。但还有一种可能，他知道这场游戏怎么玩，他知道沉默才是活得久的方法。
毕竟卫青自己也经历过太多宫廷风云，从一介骑奴一路爬上大将军的宝座，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。他和霍去病不同，霍可以肆意冲锋，他只能步步为营。他不是不痛，但他不能表现。他太清楚，当一个霍去病倒下的时候，朝堂需要的不是第二个霍去病，而是一个知道何时闭嘴的卫青。而这场沉默也意味着帝国战略重心的彻底转变。霍去病死后第3年，汉武帝颁布边境3策：一、削减前线军队独立决策权；二、设御史监察营，直接由京城派人监督军令执行；三、所有边疆通商路线必须报批方可通行。这3策背后是对霍去病那种跑太快的方式的全面否定。霍去病生前曾说：“战场如水，若等上令则逆。”而现在，帝国的思路变成战场须令，不令则乱，不再鼓励突袭，不再容忍将领自行调度兵力。边疆开始变得所谓的安全，但也慢慢失去了那种能把敌人打到颤抖的锋芒。卫青就在这样的气氛下继续领兵，他不再做出激进布局，只求稳扎稳打。偶尔有战役，也多是围点打援，兵力充足却毫无惊喜。他越来越像一个系统管理员，而不再是战术家。也正因如此，几年后当他去世时，朝廷感怀功绩，举国致哀，但民间却没有太多涌动。他是体制的一部分，不是神话，也没有创造过神话。反观霍去病，死了反而成了神。那些年在西北边地，霍侯爷的画像被偷偷供在帐篷中，骑兵在出征前习惯对着画像敬酒，说一句让侯爷看见。有的画像画得根本不像，只是一个骑马的背影，但没人在意细节，重要的是信仰。霍去病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符号，一种打得赢的幻觉。而这种幻觉是汉武帝最舍不得丢掉的。他表面冷静，但其实一直在找下一个霍去病。他把希望放在赵充国、李广利、李陵等人身上，可惜一个个不是不争气，就是被斗争吞没。赵充国稳重，但缺乏冲劲儿；李广利出战有功，却贪功冒进；李陵更是直接被俘变节，成了后来的李陵案，让司马迁下了狱。汉武帝越来越意识到，霍去病那种快刀斩乱麻的将领是可遇不可求。他曾在朝会中感慨：“若去病尚在，匈奴安能有生气？”这句话后来被太史令偷偷记下，成了千古帝王对一位将军的最高评价。但感慨归感慨，现实还得往下走。没有霍去病，帝国确实也没有崩，但那种热血横飞的时代结束了。军队越来越官僚，战争越来越保守，士兵开始以存活为荣，而不再以冲锋为傲。帝国的征服变成一种项目推进，需要议会、预算、文书和层层审批。霍去病若地下有知，恐怕也会觉得好笑。不过说到底，帝国不缺地盘，也不缺兵马，真正稀缺的是一个能在万马军中奔袭千里的疯子。而疯子却往往不适合制度。霍去病就恰好是那个最不适合制度的存在，他像一道流星，点亮了夜空，也留下了一条谁都无法复制的航线。霍去病死后，帝国的大旗还在，但军心其实悄悄变了。将军们开始在意回报是否对等，士兵开始计较出征是否划算，战功不再是纯粹的荣耀，更像是官场筹码。可在这种气氛中，却有一战，把人们心中那股对霍去病的怀念重新撕开。据说那就是精微山之役。
这场战斗发生在霍去病死后3年，由卫青最后一次亲自挂帅。当时匈奴又开始小规模骚扰边境，尤其是在金微山一带，屡次袭扰汉朝屯田地带。汉武帝大怒，命卫青出征，兵分2路围歼，但结果却异常尴尬。汉军稳扎稳打，步步推进，却始终抓不到匈奴主力，就像在追一个影子。最终粮尽兵疲，只好撤军。这场战役没有失败，也没有胜利。按史书说是保境安民，以退为守，但私底下许多士兵却说，如果霍将军在，早把匈奴头领拎回长安了。这话说得不敬，却真实的刺人。因为太多人还记得，霍去病曾3次踏平金微山，最狠一次，连匈奴的大巫和国师都成了俘虏。霍去病之所以选金微山当突破口，不是偶然。他早年读过山经，知道金微山虽不高，却地势险要，通道复杂，是匈奴南下的天然要塞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带牧场广阔，水源稀缺，兵马一旦集结，运输和补给成为死穴，所以他从不打正面，而是以夜袭、绕袭、断后为主，连着3次在这里以少胜多。有一次，他带3000骑兵越过沙障，绕到山后从斜坡突击，天亮前直接冲进匈奴营地，结果把敌人打到连牛都没来得及牵走。此役被后人称为踏烟之袭，因当时匈奴正在熏肉，整个营地都是炊烟，汉军从烟里杀出，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冲散。也正因如此，金微山对霍去病来说是一个标志。他死后，这里成了比祁连山还容易被提起的地名，因为那里的每一块岩石、每一道斜坡、每一段河谷都留下过他战马的印记。而现在，同样的地形，同样的敌人，换了主帅，却打成了收尾式战役，让很多老兵心里五味杂陈。于是，一种声音又在边军中流传开：霍去病未死，他只是隐退了，或者在漠北自立成军，等待再次出山。这个传言最早来自一个胡商，据说他在西域遇到一位汉人骑将，武艺高强，口音是长安的，说话极少，但出手极狠。他穿着旧战甲，腰间配一柄铭刻破枪2字的剑，那是霍去病的佩剑铭。当然，这种故事越传越离谱，有人说他在西域娶妻生子，有人说他在胡地建了个小王国，也有人说他身中奇毒不能近人，只能躲起来修炼医术。但诡异的是，朝廷没有明令禁止这些流言，甚至有人还在民间听过霍侯神迹的传唱曲。每当战局焦灼时，总有人在军营里轻声唱起：马踏金微山，刀起白云间，侯爷不言语，只管把敌斩。而对于皇帝来说，这样的传言未必是坏事，至少他能压住军心，维系一种不绝的幻想。但对真实的历史而言，这却是另一种讽刺。霍去病若真活着，会愿意看见自己被当成传说吗？他曾在战后写下一句话：将不言虚，兵不事换。一级打仗靠的是刀枪和人，不是神话。而现在呢，他却成了神话本身。汉武帝对金微山的战事虽未公开斥责，但私下却罕见发怒。他召见卫青，只问一句：若去病尚在，战可胜否？卫青没有回答，只是长叹。此后他再未亲征。第2年病逝长安，年仅49，一个曾横扫10万敌骑的老将就这样平静离去。霍去病和卫青一个先走，一个后退，
他们带走的是汉朝最强一代军事统帅的全部气质。之后的几十年，大汉虽还有将才，但没有再出现能让敌人闻名丧胆的骠骑之势，而金微山也慢慢变成一处沉默的地理名词，成为边境地图上的普通山岭。那些曾在这里打过仗的将士大多老去，少年不再讲霍去病，而是讲钱粮、功绩、前途。帝国的边疆由热血变成常规，由常规变成制度，由制度变成冷漠。可有时候夜里风一大，那些金微山下巡夜的士兵总会听见山上传来马蹄声，他们不害怕，也不惊讶，只是咧嘴笑笑，嘀咕一句：“这是侯爷又来看我们了。”在霍去病死后的第10年，汉武帝突然提起了一桩旧事，他召集群臣提问：为何朕每次梦中战阵所见非卫青，而是霍骠骑？众人一愣，没人敢答。皇帝缓缓道：或许是他太快，快得连梦都追不上。这句像玩笑的感慨，背后却藏着一种现实无力感。霍去病不仅活在战争的辉煌里，也活在帝王的执念里。他的速度，他的战功，他的干净利落，早已成了一种标准，而这个标准成了后人必须仰视却永远达不到的天花板。从前线到朝堂，都开始感受到一种货后疲软。军队依旧训练，骑兵依旧出征，但少了那种赶在黎明前1小时突袭，在夜里连斩3王的狠劲。汉武帝明白，这不是战术退步，而是人的变化。霍去病是用命换战绩的人，他不记功，不养家，不设防，这样的人不是培养出来的，而是撞出来的。为了再造霍氏神兵，他试着在制度上模仿，他让兵部设立骠骑营，专门选拔年轻将领，仿照霍去病旧制训练。他还命人翻出霍去病当年拟定的军令文稿，整理成册，命名为《标策10篇》。这套东西后来传入西域、东湖，甚至传到匈奴后羿手中，被当成汉军秘籍。然而，不管怎么学，没人能变成霍去病，因为这些人都有父母，有家庭，有仕途计划，训练再像，心气也不对。霍去病的快，不是马的快，是心的快。他看问题比别人早1拍，杀敌比别人狠3分，决策比别人少10句废话。他不是典型将军，更像一柄帝王握不住也舍不得松手的利器。汉武帝其实知道这个真相，他试过从霍家再扶一人，但霍家除去病之外再无将才。更讽刺的是，霍家不少人反而因霍去病之名而陷入内部倾轧、争功、争赏、争门第，最后反倒家声渐衰。一个英雄之后，却无人继承他的精神，不是没人想，而是太难了。有一年冬天，长安大雪，皇帝让人清扫宫墙，扫到一块旧石碑，石上刻着霍去病立下的誓言：愿身画风，破敌百世。这块碑原本立在旧军营门口，后来被雪掩、强拆、换地，一度没人记得它。皇帝命人重新立起，摆在太庙门前。他没有解释，只轻声说：愿天下人都记得，这句不是诗，是实话。这场偶然的小事件让霍去病的名字再次被提起，年轻人重新开始讨论这位少年将军，他的战法，他的轻骑战术，他对匈奴的连环追击，甚至他那些只存在于传说里的战场语录。民间传说再次升温，有人说他其实成了西域某国的守神，也有人说他未死，
只是服毒假死，隐居山林，等帝国再有难时重出江湖。这类故事多得数不清，真假没人较真，但汉武帝没有禁止。甚至在祭祀时，太常令奉旨在列将名单中加回了霍去病的名字。过去3年，他因为过奖论被移出，现在又回来了。帝国需要他的影子，就像人困了需要梦一样。而这时，一位老将从边疆回朝，名叫陈因。他年轻时曾随霍去病远征祁连，现已年近70。他在一次朝会上回忆说，霍去病出征前会亲自为士兵磨刀，磨完不说话，只拍拍他们的肩膀，说一句跟我走。陈英说，那种感觉不像是去打仗，是去一场比命还重要的事。话说到一半，陈英忽然哽咽，跪地哭泣，全场静默。汉武帝只轻声说，扶起来，他不是哭霍将军，是哭我们再无霍将军。这句听似感性的评价，却像一把锥子扎进所有人的心里。这年春天，汉武帝下诏，在茂陵旁为霍去病加修陵道，令兵部每年春秋2季设骠骑将军种前讲武会，由太学生讲解霍去病战例，边军将领现场演练，以此激励新军。这成了史上第一次以将军个人事迹设立制度性教学，而从那年起，讲武堂这个词成为军队传承的一个起点。但再多制度也换不回那个人。帝国的边疆还在，战马还在，军号还在，唯独那双能在风沙中辨路的眼睛不在了。霍去病不是死于战争，而是死于那个他本不属于的制度缝隙。他太快，快到制度还没准备好接住他。而帝国也开始明白一件事，你可以靠一个霍去病打出一片天，但你不能靠10个霍去病维持一个国。英雄不可量产，奇迹无法复制。帝国要走得远，只能回归规则、制度和节奏。只是那种热血汹涌的时代再也不会回来。汉武帝晚年时，经常独坐未央宫西殿，一盏孤灯，几卷旧简，桌上总放着一本破旧兵书和一柄锈迹斑斑的短剑。太监说，那兵书是霍去病留在长安的副本，那短剑是他第一次出征时所配，汉武帝亲自收下，至今未还。帝王权倾天下，身边却始终留着一个少年将军的影子。人们说他忘不了霍去病，其实他忘不了的是自己年轻时敢赌一把天命的野心。那时候的帝国不完美，不稳固，却有一股只管往前冲的气势。霍去病正是那种气势的化身。而现在，一切都趋于成熟。朝廷制度化，军令繁琐，战争讲究节奏，胜负开始计算成本。帝国看起来更稳，但稳得像一块石头，沉、重、冷，没有了霍去病那样能让人热血沸腾的风。帝国不是没有再打过仗，也不是没有再赢过，但每场战争的背后都有一大堆批文和预算，每一项调兵遣将都要报备3次，签字5人。战争变成了流程，胜利变成了指标。人们逐渐接受了没有霍去病的世界，但一旦遇到困局，又会本能地问一句：如果霍去病还在，会怎么打？有人开始怀念那个不讲章法却总能赢的人，可这份怀念只是口头的，没人真想再出现一个霍去病，因为他们太清楚，那种人就像流星，照亮夜空的同时，也撕裂了黑夜。谁都喜欢被照亮，但没人愿意被撕裂。霍去病的存在在历史上是一段高光，
也是一道裂痕。他让后来的每一位将军都处于某种对比羞耻中，不论战功多高，似乎都不够传奇；不管打法多巧，似乎都不够干脆。他的简单粗暴在当时被认为是天赋，如今却成了不合规范。而这种神话式遗憾，也在不断被后人拿来讲道理。兵法家说他勇而有谋，文人说他刚直不阿，帝王说他忠心耿耿。但这些标签哪一个是霍去病自己说的？他活着的时候从未提过忠义、家国、封侯这些字眼，他只说过一句话：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这不是政治口号，是一个人极致目标下的生活逻辑。他不结婚，不置产，不参与朝政，不留后人，他的所有选择都只为战争，简单到极致，纯粹到偏执，像一把永不回鞘的剑。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属于稳定体制，只属于混乱边缘。历史的讽刺是，他越不想留下痕迹，后人越记得他。他生前从不写传，但死后被写进各种典籍、诗文、戏曲，变成帝国军魂的象征。每逢边疆告急，国势不稳，他的名字就会被拉出来提起，就连敌人也记得他。匈奴一度对内宣称：汉之神将获票骑以归天，草原可安。这句话写进他们的草原史诗，成为一种象征。你看，就连敌人都知道他是唯一能让他们不安的人。可笑的是，朝堂最初并不喜欢霍去病那种非系统出身。他不是军校出来的，不是名门之后，不守规矩，不走流程，战功全靠自己一刀一马闯出来。他的升迁不是靠资历，而是靠不容忽视。而正是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存在，在那个动荡年代，成为帝国最稳定的胜率。帝王的矛盾在于，他既希望将领能创造奇迹，又希望他们别太出格。他想要霍去病一样的效率，但又希望那把刀永远归鞘可控，而这两者本就互斥。所以，霍去病的死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是一种终极成全，成全了帝王的怀念，也成全了制度的安稳。在霍去病死后的第15年，汉武帝下令修建骠骑坛，一个供军队演武与纪念的场地，选址就在旧西郊兵营遗址旁。石台中央竖一尊青铜战马，前蹄腾空，雕得极为生动。底座铭文只有6个字：急如风，烈如火。没有署名，没有年号，没有霍去病3个字。但所有将士一看就知道这是谁的影子。帝国用这种方式把一个人藏进制度，变成一种永不缺席的意志。你可以不提他名字，但你训练的方法来自他，打仗的节奏学自他，连口号都被他带过的兵喊了100遍。从此之后，骠骑不再是一个职位，而是一种标准。年轻将军想立功，就得先被人问一句：有没有骠骑的胆？可这标准也慢慢变成了负担。那些被安排去讲霍去病战例的讲武堂教官，私底下常抱怨，越讲越觉得人家是神，越讲越没人敢学，因为没有人敢像他那样赌命。他19岁敢单挑匈奴边营，20岁敢绕穿沙漠斩首3万，22岁敢擅自变阵夺敌后营。他的正确与否从不依赖批准，而是靠结果说话。而在这时候，一件本以为被遗忘的旧事又回到了朝堂。那是当年霍去病临终前留给皇帝的一句话，不在遗书里，也不在密奏中，是太医谒诊时他轻声说的一句：陛下，北地还未平。
太医没敢多问，只在报告中悄悄写下了这句。汉武帝当时没有在意，直到多年后才翻出这条只言片语，若有所思。北地不是指具体的郡县，而是指更北方的荒原，是当年霍去病曾提出要继续进击但被皇帝否决的方向。那片区域地图未明，气候恶劣，敌情复杂，当时连副将都劝他别冒险，他却坚持要再越300里，说那里藏着匈奴最核心的王庭。可最终出征令没下来，他也没再醒来。汉武帝晚年时忽然说出，也许他最后一次不是求战，而是托付。这种转念让很多人沉默，原来在他看似激烈的一生中，那最后一句反而最温柔。他不是为了自己，他是真的想为帝国补最后一块拼图。皇帝因此在北地设立幽营郡，虽无实际驻军，却在地图上画上边界。这种象征性圈地做法以前从未有过。大臣私下讨论此举是否多此一举，有人说这是在安慰一个亡灵，也有人说是给帝国一个虚拟的未来方向。但无论动机如何，这片土地后来真的被记住了。再往后100年，东汉名将窦宪、班超等人重新踏入西北荒原时，依旧会讲起霍去病，说他当年未竟之志，说他若多活几年，或许整个西域早就一统。这份未完成的愿望变成后人进军的精神借口，也是一种情绪战。可与其说那是霍去病的野心，不如说那是他生命太短的后遗症。所有人都习惯把英年早逝变成意犹未尽，于是他的一生变得比活着时更大、更多、更加漫长。他的名字不再只是名字，而是一种未完的叹息。在那之后的岁月里，霍去病成了一种时光锚点。每当大汉国力衰退，边疆吃紧，总有人在奏折里提一句：“骠骑将军若在。”这话听起来像感慨，其实像鞭子，是给当朝将军的提醒，是给帝王的暗示，是给老百姓的心理安慰。人死之后，最强的影响不是留下多少财富或制度，而是变成一种标准。霍去病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最高分数。你可以不追求第一，但不能连霍去病一半都做不到。而这正是帝国最残酷的地方，你越神话一个人，就越压垮后来人。再后来，有大臣建议，应该将霍去病祠堂扩建成国家级军事纪念所。汉武帝点头，却并未亲自写碑文。他说：“若朕写之，反矮去病。”于是最终碑上只刻一句：“一人破万骑，少年定乾坤。”没有署名，也没有落款。石匠雕完后对弟子说：“写的人不敢署名，是怕对不起碑下的人。”这话传出去后，人们反而更信这句碑文是真的，因为它不像那种由太常署名的宋文，也不花哨，只是实话，而实话最难得。从此以后，每逢3月春季，长安西郊，少年军士列队于碑前，由讲武官高声朗诵霍去病传。讲完之后，全体默立，3息之内无声。有人说，那一刻能听见风吹马蹄，像他又回来了。可历史知道，那不是回来了，那只是从未离开。在帝国逐步走向稳定的过程中，霍去病的身影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诗文、评传，甚至百姓口口相传的故事里。他的生与死
不再只是史书上一行干净利落的记录，而变成一个能被一再咀嚼的传奇。他是战神，是少年英杰，是帝国最锋利的一刀。可越往后，他也越像一面镜子，照出后来每一代人的缺口。西汉中后期，边疆局势再次紧张，朝廷屡次征兵调将出塞，边关将领在动员时不再用长篇战策，而是只说一句：“想想霍骠骑。”这句话一出，士兵就知道这仗不能退，不是制度压人，是情绪压人。霍去病已经从历史人物变成一种情绪标杆，是一种不能输的责任感。在霍去病死后的第30年，朝廷一次边防复盘中，有将领上奏，建议设骠骑专科营，挑选少年军士，模仿霍去病成长路径，培养接班人，重塑边军冲击力。这份奏折递交上去后，引起不小争议。支持者说，帝国需要霍氏突击力量；反对者则说，霍去病那种人是天生的，不是规划出来的。最后，汉昭帝批复一句：“骠骑之勇，非营可教。”事情就此搁浅。这段插曲说明，哪怕帝国再强，也始终绕不过霍去病这个名字。他像一根钉子，钉在所有将领的履历上。谁想晋升，谁就得被拿来与他比，谁都逃不掉。很多年轻将军对他是敬仰，也是苦恼，因为敬的是战绩，苦的是谁都追不上。而在民间，这种对霍去病的过度美化甚至影响了婚嫁观念。有一段时间，西北女子择婿流行一句话：“不求如霍去病，但求肯打仗。”这个霍去病不是人名，是衡量男性勇气的单位。你不勇，他就说你不像霍将军；你退缩，他就说这是骠骑不会怕。这不是调侃，而是实打实的文化浸润。而所有这一切，反过来也加深了一个矛盾：霍去病自己从未要求被神化，他从未立家谱，从不接受弟子，也不写兵书。他不像韩信那样精于排兵布阵，更不像曹操那样留下治军准则。他是那种只做不教的人，把所有经验留在了战场，而非书页。所以他留下的不是系统，而是空白。这空白成了帝国最难补上的部分。朝廷试图用制度填补，比如设立战时特调权，建立边军直报机制，简化战地调令流程，甚至破例允许边疆先斩后奏。但这一切改革都是在霍去病死后才被讨论的。如果他还在，这些也许会更早被接受，但也正因为他太快、太猛、太不像官员，所以那时没人敢为他改制度。等他死了，大家才明白他做的才是对的。一个人快于时代，是幸运也是悲剧。幸运在于他能先抵达顶点，悲剧在于没人能跟上。霍去病的悲剧不在死得早，而在理解他的人太少。太多人只看见战功，却没看见他改过多少流程，精简多少冗文，节省多少时间。他是刀，更是工程师。可人们只记得他斩首几万，却忘了他是怎么让5万人在沙漠里活下来。直到后世有人重读他的战报，才惊讶地发现，他不仅打仗狠，后勤也极致高效。他设计过干粮协行法，改造了马鞍绳结方式，甚至给骑兵制定过饮水配比。这些细节没人提起，但正是他们让那些战役从冒险变成成功率极高的策划。一个真正的将军，不只会砍人，还要会算账。霍去病会，他只是懒得说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行动模板，不解释，不回头，只要结果。这种人，如果不是生在那个热血燃烧的年代，
放到别的朝代，大概率活不到23岁，但他恰好生对了时代，也刚好在对的时间死去，完美的停在了高光时刻。于是他不老不退不变，他永远年轻，永远带着盔甲，骑着那匹快得像风的战马，冲在最前头，不回头看帝国，也不回头看自己。霍去病的死本该是一个句号，但时间越往后，他反而像一个未完的省略号。尤其在边疆，霍去病不仅没被淡忘，反而被不断重构成理想将军的标准形象。他成了各个层级口头禅的主角。将军训兵时说，霍将军19岁能破匈奴，你20了还背不起一口锅。太守安民时说，霍去病也是从市井走出来的，你别嫌出身。甚至连边地商贩也编顺口溜，买盐买茶不买刀，霍侯来时已砍道。这种全民话语里的霍去病早已超出真实存在，他从一个少年将军变成一种共同幻想，这幻想里包含了速度、力量、效率、忠诚、干净、压倒性胜利和一种极致的单纯。他没有后宫，没有贪腐，没有家族纠纷，没有争权夺利，他的故事像是被清水洗过，只有风沙和马蹄。可真实的霍去病真有这么干净吗？这成了后来史家最感兴趣的问题。有学者重新翻检当年的军政奏书，发现他确实有绕过兵部、撕掉兵马的记录，有擅自征召非边骑卒的命令，也有未经批准的边地分封。从制度上讲，这些都是违纪，换做别人早就被问责，但他不是别人，他的结果太漂亮，漂亮到让人不敢细查过程。这类研究不敢公开宣传，但在一些小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。有人试图拉下神坛，说霍去病其实只是汉武帝打压旧军贵的工具，是个被制度捧起来的实验样本。也有人反驳，说哪怕是工具，也得是把刀够利才行。他们争来争去，却忘了一个事实：霍去病死的时候，所有这些讨论根本没出现，不是没人想说，而是没人敢说。这才是他真正的压迫力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没人敢怀疑；他死了以后，大家才开始敢分析。这说明他不仅赢在马背上，也赢在心理战。他以少言、快节奏、零容忍的方式，把自己包裹成一股风，而风是打不到的。于是他死后的几十年间，每当帝国内部权力更迭、将领更换，总会有人不自觉地将新人拿去和霍去病对比，就像一面镜子，谁站进去都会露怯，因为没人敢那么快，敢那么硬，敢那么不回头。慢慢的，人们不再试图再造霍去病，而是默认他就是那个不可复制的意外。可偏偏就是这种不可复制，变成了帝国最难摆脱的执念。皇帝变了几位，匈奴也换了几代单于，边疆局势反复起伏，可每一次风头紧时，边疆总会说一句：若骠骑尚在，此战必破。这种言语乍听是感慨，实则是推责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说出霍去病3个字，就没有人能再苛责他们太多。毕竟你怎么能指望一个普通人去做霍去病能做的事？帝国也逐渐学会接受这种只可回忆不可拥有的英雄。霍去病成了精神图腾，不再是操作模板。军事训练开始不再要求极限冲刺，而是强调协同作战、计划部署。将才标准不再看个人勇猛，而更重视是否合群。制度逐渐理性化，也逐渐排斥了霍去病那种不合群但超能打的存在。这看起来是进步，却也意味着
一种类型的英雄被制度温柔地关在了记忆里，再也走不出来。而人们也开始慢慢淡忘那个少年将军究竟有多狠。只有在很偶尔的机会下，比如演武场训练出错，边军围困迟迟不解时，才会有人轻声说，霍去病那会儿早砍完了。这种对比不一定公平，但谁叫他赢得太干净，死得太体面，留下的形象太完美。霍去病之所以永远年轻，不只是因为他死得早，更因为他在最恰当的节点完结了自己的全部。没有暮年，没有衰败，没有被贬，没有换朝，他永远骑在马上，风吹战袍，望向远方。后人写他总是写那个力卑鱼狼居胥的画面，说他一人登顶，望着荒原，没说一句话，只命人在山上刻了几个字。其实没人知道那天他在想什么。他会不会后悔走得太快？会不会觉得帝国还没准备好接住他？会不会想多留几年，把自己那份想做却来不及做的事做完？没人知道。他不写诗，不留书，不讲话，他留下的只有结果。霍去病留下的最大谜团，从来不是他的战法，也不是他的死因，而是他活着时为什么能干净的那么极致。在一个讲血缘、讲裙带、讲派系的帝国，他既不是名门之后，也不走权贵路线，硬是靠一场场胜仗把自己打成了传奇。最关键是他不上朝，不参与党争，不建圈子，不立后人，最后甚至不言功。这在汉武帝的朝堂里是极其反常的存在。那些和他同代的功臣，有人靠战功步步高升，但背后也都有家族势力保驾护航。有人善于结交，政军通吃，左右逢源。而霍去病从头到尾都是一匹孤马，他只有一个资源，就是卫青舅舅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也从不利用卫青，连在战报里提舅舅都很少，像是怕别人说他靠亲戚上位。所以当他死后，这个问题才真正开始被人反复琢磨，他究竟想要什么？封侯他拿到了，拜将他有了，兵权他握过，荣耀他享尽，可他为什么最后连后人都不留，家业都不传？这种干脆像是一个提前看透了全局的人故意做出的断舍离。更让人诧异的是，他甚至没为自己留下任何形象工程，没有自立祠堂，没有撰写战记，没有设立霍氏兵法，就连身后事也只是简简单单一句：葬我于马邑之北，不要入城。结果皇帝没听，把他葬在了茂陵西北，紧靠帝陵，说是并肩守土。帝国后来的很多将军官员都开始设身后预案，不是为了死得其所，而是为了死后还能在政治话语中存在。但霍去病的死却像一颗石子，干脆地落进水里，溅起波澜，却不带一丝回响。他的消失不是逐渐退场，而是瞬间断电。而正是这种断，才让他变得越来越完整。别人死了之后留下的是遗憾，他死后留下的是一种你无法再添加任何解释的终点。他没有跌下神坛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爬上去；他没有晚节不保，因为他没有时间给你机会看他变老。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了完美的代名词。可人们都知道，这世上没有完美。于是各种关于他的不完美传说也随之冒出。有人说他晚年其实已经开始厌战，是被迫继续打；有人说他体内有旧伤，早知命不久矣，只是故意不说；还有人说他早年在出征时曾放走一批敌军，
为此私下受过皇帝训斥。这些版本真假难辨，但有一个共同点，都试图人性化霍去病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人们才能从神话中走出来，重新找到他也是人的连接点。而恰恰说明，他真的成了脱离常人理解范围的那种存在，人们必须制造一点小裂缝才能靠近他。可越靠近，越发现那层光像是贴得死死的皮肤，不是外加，是天生。他的很多决定在旁人看来是绝，在他看来却只是顺。比如他亲自写信拒绝皇帝赐婚，说军中不得女伴。他在每次出征前都要清点武器，亲自试用，哪怕是细如箭雨。又比如他曾让一个因贪污军粮的亲信在军营门口自缢，说亲近我，错更不可容。他不是狠，他是彻底。而彻底这种特质一旦在军人身上出现，就等于点了无视一切规则的主角光环，但他从不张扬。史书中对霍去病的外貌描述只有寥寥一笔，身长7尺，眉目如画，没人说他英武俊朗，也没人说他狰狞可怖，他就像风中的背影，看不清细节，只知道一直向前。还有一点常被忽略，他很少说话，他所有被记下的语录几乎都短得惊人。未灭匈奴，无以家为；臣未立功，不敢拜，快者胜。这种语言风格不像将军，更像杀手，但也正是这种极简，才让他像一块碑，不可移动，不容解释。而这种不可解释，慢慢成了帝国最坚定的一块基石。你可以不喜欢霍去病的方式，但你不能否认它存在过；你可以不模仿它，但你不能忽视它。它成为了那个摆在那里不说话却影响一切节奏的存在。到后来，连汉武帝也开始说，霍去病不需解释，这是帝王罕见的认输。一个皇帝承认他无法完全看懂自己最依赖的将军，这种无法理解，可能就是霍去病留下的最大胜利。他不是你能预测的棋子，也不是你能收回的刀，他只属于那个正好需要他，也正好配得上他的年代。霍去病被葬在茂陵西北的那座封土堆，形如祁连山，静卧在黄土高原上。陵前没有高门巨石，没有神道华饰，只有一方不起眼的石台。风一吹，灰尘起，像当年他战马踏过祁连时掀起的黄沙。有人说那是帝王对他的敬意，也有人说那是他自己选的方式，不需要装饰，不求膜拜，只要能安静地看着北方。可就是这座看似寂静的陵墓，在几十年后引发了新的风波。事情起因并不复杂，当年修建茂陵时，霍去病墓与汉武帝陵相距不过数里，被安排在西北方位。史官记录，这是守边之意，让他死后继续以灵魂镇压匈奴方向。但数十年后，有术士建议朝廷重新校正帝陵气运风水，提出霍去病墓压地心，不合风理。这话在外人听来是荒唐，但对晚期帝国来说却是极敏感的问题。于是有人提议将霍去病墓迁南，以避冲撞。这一建议在朝中掀起极大争议。主张维护者说，霍将军安葬数十年，功绩昭昭，岂可因风水之说扰其英灵？而支持迁墓者则含沙射影，说当年骠骑将军确实功高，言外之意是他已经变成了威胁皇权的阴影。这不是风水问题，是权力焦虑的回音。帝国到了某个阶段，就会开始对功臣的灵魂感到不安，因为活着的人可以制衡，死去的人却只能依靠解释。
而霍去病从来不是容易被解释的人。最终，这场争议被汉宣帝一锤定音，霍将军功在社稷，灵不可动。简单一句，压住风波。可这段插曲却暴露了一个事实，哪怕死去几十年，霍去病依旧能左右帝国的心情。他的坟不只是一个墓地，更像是个信号塔，一旦触动，就会引发全系统的震荡。有趣的是，正因为这一事件，霍去病陵墓成了朝中净坛之地，谁都知道他在，但没人敢多说。可偏偏百姓没忘。那段时间，长安以西的百姓开始自发去陵前烧香、挂布、献花，甚至有年轻人背剑跪祭，说要拜霍侯求战胆。这些做法惹得官府头疼，却不敢封禁，因为越禁止越显得心虚，于是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把它当成民间自发纪念，不设朝政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在边地军营里，每年都会有人在霍去病忌日前夜偷偷换上老式战袍，在营外山坡上静立一晚。他们不说话，不表态，只是站着，等月亮升起，再悄然归营。没人组织，没人传达，全靠记忆和信念。这种零组织仪式比任何官方祭祀都来得沉默而有力，因为那不是在纪念一个人，而是在纪念一种可能，一种可以无视流程，可以果断出击，可以赢得干净利落的可能。而在这背后，更深的一层是帝国越来越感受到没有霍去病的代价。边疆频繁告急，西域通道时断时续，匈奴虽然衰弱，但部落割据反复挑衅。每次调兵奏章10余道，每次追敌汇报层层上达。出征成了程序，程序压住了速度，速度错失了战机。大将军们苦笑，要是骠骑还在，他早冲出去了。可是没有了，霍去病留下的那套直觉式作战逻辑无法传承，因为没人敢照搬，也没人能承受失败的代价。他当年能赌，是因为汉武帝敢压，而现在帝国已不敢再压，怕灾。更讽刺的是，曾经试图理性化霍去病的后人，现在却开始反向怀念他当年的野性。在一次太常寺讲武大会上，一位中年将官公开说，我们现在有10种兵书、30条纪律、100种请示流程，却干不过一个不看兵书的少年将军。这话一出，群情激荡，讲武场上竟然爆出掌声。而这掌声不是对霍去病一个人的缅怀，而是对那种有胆能赢的时代的集体哀悼。到了这一步，霍去病早已超越了他自己。他不再是霍家将，也不是卫青外甥，更不是武帝宠将。他是帝国梦的一种浓缩版本，短暂、猛烈、耀眼，无法持久，却让人永远怀念。帝国再也没有等来第二个霍去病，但并不妨碍人们一次次地把他从记忆中请回来。最极端的例子是民间关于霍去病未死的传说，在朝野渐渐沉淀出一种神秘的替身理论。这不是单纯的幻想，而是一种潜意识里对现实不满的寄托。现实里没有英雄，就干脆相信英雄还没走远。最早的未死说来源于一名西域商人，此人名叫桑图，号称曾在楼兰城外遇见一位长眉少年，与霍将军画像几乎一模一样。此人骑着灰马，手执铁戟，身旁有数骑护卫，身法极快，说话带长安口音，不留姓名，只说无不回。消息传到长安后，引发不少人心动。
甚至有边将私下写信请求调去西域，说想亲眼看看。官方没有回应，也没有封口。就这样，这个影子霍去病成了边疆军营之间的通用神话。每当战况危急，士气低落，总有人拍拍身边人肩膀说：“别怕，骠骑没死，他还在西边看着咱们。”这种迷信式的精神支柱，竟然比将令更有效，硬生生让几个本该崩溃的哨所顶住了敌袭。而在朝廷内部，这种霍去病还活着的说法一度变成敏感词，御史曾联名上奏，请禁用骠骑将军尚存等传说内容，理由是扰乱军心，削弱忠诚。但奏书没有得到批复，皇帝不愿封，也不愿传，态度模糊到让人无从判断。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选择，默认。因为帝国确实需要一个霍去病在遥远处活着，活着的不是人，是一种象征。只要他还在，就说明帝国还年轻，还能打，还没老。哪怕这种在只是想象，也比什么都没有让人安心。到了东汉初年，这种传说演变出霍灵说，说霍去病已身为北疆守护神，每年农历5月初5是他化神日，各边营须设小香台，挂马缨，清洗兵刃，以示纪念。这一习俗悄然传入边疆各地，有些将领甚至为此修建骠骑庙，香火长盛，年年有人烧香许愿，保边地平安，保士兵凯旋。这类行为并非官方推广，却无人敢进，因为骠骑将军的名字已然脱离了凡人范畴。你可以质疑他的历史细节，却没人敢轻视他所代表的精神符号。他成了整个帝国对战神的投射，而这种投射越久，越难分清真假。更夸张的是，一些地方志甚至开始编造霍去病后裔故事，说他其实有一子是随军密生，由亲信暗中带离长安，隐姓埋名于西北边地，数代后人皆精通骑射，战功卓著，虽不自报姓氏，却人人知其霍门血脉。这些故事版本繁多，有的写成戏文，有的传入讲书，最终变得真假难辨。而在所有这些幻想背后，其实都隐藏着一个更深的命题：如果霍去病还活着，这个国家会不会不一样？这不是对个人的偏爱，而是对一种可能性的哀叹。帝国的制度太成熟，成熟到容不得突变，官僚体系太完备，完备到任何天才都可能被当成变量清除。而霍去病是那个曾一度打破规则，超越程序，用结果震慑一切的人。他死后，制度回到了轨道，效率却悄然流失。于是人们开始怀念那种不管规矩，只要赢得干净。而这种怀念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幻觉。幻觉在反哺现实，让人有了继续撑下去的信心。某种程度上，霍去病未必是被神化，而是被需要。直到数百年后，王朝更替，故事依旧流传，甚至在唐代边塞诗中，还有诗人借霍去病之名写下“旌旗不到祁连远，应有骠骑夜巡边”。短短一句看似赞美，其实是批评。今天的边将已无法抵达霍去病的战场，只能靠幻想补位。这才是霍去病真正的最后一役。他活在了帝国梦的边界，成为无数人心中永不下线的后台守护。无论现实如何变动，只要有人念起他的名字，故事就不会散，精神就不会断。霍去病的名字从未真正离开过帝国的话语系统，
他活过的那23年被无限拉伸成后世数百年的情绪载体。每当大汉边疆再次燃起战火，每当将士们顶着风雪夜巡，每当边关烽烟四起，朝堂震荡不安，那些冷不丁从军士嘴里吐出的3个字，总是霍将军。最后我们得换一种视角，不是看他怎么打仗，不是看他怎样被纪念，而是回到那个最朴素的提问：他到底是谁？历史上记载霍去病的人并不多，留下的事迹也远没有后人编得丰富。他不是话多的人，留不下太多语录；不是写字的人，也没什么自传。他不是开宗立派的军事导师，也没留下理论体系。他是一个战场上的行动者，而非叙述者。所以真正的霍去病其实藏在他做的每一件小事里。比如他在第一次出征时，亲自为每一名亲兵准备干粮袋，要求每人必须随身带30份口粮，谁也不许托管。他设计了特殊的马镫捆绑方式，让夜袭时骑兵能无声穿越沙地。他制定分昼夜双岗制，每4人编为一组，轮流断眠值守。他命人在战场地图上标注易走马道，却不标城池，理由是目标可变，路径要稳。这些细节不是传奇，不够刺激，也无法写进戏文，但他们才是霍去病真正的才华所在。他不是靠命硬赢的，而是靠极致的准备好了再去打。他的快从来不是一拍脑袋的莽撞，而是排除一切冗余之后的唯一最短路径。而更难得的是，他始终不为自己求任何后路。别人打完仗要论功行赏，他打完仗只想立碑归营再出发。他从未试图通过战功换取权力，也从未用兵权施加任何政治影响。他像是一股不掺杂质的风，来去之间只留下被吹醒的土地。正因如此，他变得极其不真实。一个将军不练拳，不营私，不结党，不留后，不修辞，不自传，甚至不让亲兵替他传记功绩。所有一切关于他的叙述都来自别人之口，而别人往往带着想象和敬畏在讲他。这就让霍去病变成了一块可以不断投射的历史镜子。这既是荣耀，也是负担，因为被无限拔高的英雄也注定再无人能接近。他变得高不可攀，也变得无法被接班。他成了边疆永远的缺席者，成了将军们出征前最不愿被提起却又必须提起的名字。他的存在既激励了人心，也压住了后继者的气焰。他用短短数年建起一座少年能胜的信仰神殿，而这神殿后来变成边将们心中的压力山，也变成百姓心头的最后幻想。每个时代的人都在自己那条漫长的边界线上寻找霍去病，可越找越发现那种人也许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代、特定的皇帝、特定的战争里。他不是被培养出来的，也无法被规划在线。他的出现是一个国家在最需要速度、胆魄和一锤定音的时刻所迸发出的天火。那团火烧完了就不会再来，而帝国终究要学会在没有霍去病的年代继续活下去。茂陵西北的那座祁连山形陵墓，如今依旧静静矗立，没有钟鼓，也没有车马，只有风一年又一年从西北刮过，从封土的角落擦过，仿佛有人还在那里守望北方。霍去病没有复活，也不会再来，但他留下了一种注释。这注释不是来自神灵，
而来自一个人用极致的生命完成过一次最好的可能。你知道你做不到，但你知道那是真的，这就是霍去病。他不讲什么道理，只把怎么赢亲手演了一遍。在这个讲究效率、讲究结果的世界里，我们已经很少再提纯粹这个词。可霍去病就是那个最接近纯粹的人。愿我们都能保留一点那种不解释，只去做的勇气，哪怕只是在梦里。晚安。